常人的一生只能听见20到2万赫兹的有限声响，只能看见肉眼可见的七色浮光。那些岁月里的密音，尘埃中的真相，天地间流转的异象，凡人尽数无知无觉。我叫秦朗，从3个月前开始，我打破了凡人的视听极限，能听见世间所有古董的声音。学威，我没有挪用公款，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相信我。赵斌，你们竟然……秦朗，实话告诉你，从你家里搜出来的那些罪证，全是你这个未婚妻提前放进去的。王学威，为什么？秦朗，你对我是很好，可我更喜欢斌哥。我真是瞎了眼了，对你们这2个人渣掏心掏肺，都不是秦家大少了，还在摆谱呢，给我废了他！赵斌，王雪薇，若我今天能活下来，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他腿废了，够了，再打就死了，那就便宜他了。什么秦家大少，就是一滩烂泥！呸！朗哥，你怎么了？朗哥，小雅，朗哥撑住，我带你去我的废品站躲2天。这帮畜生，白瞎朗哥平时对他们这么好。好臭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破垃圾站？谁在说话？这小子居然敢把脚放在我身上，熏死老夫了！小子，看什么看？没见过600年的宣德炉吗？香炉说话了，鬼啊！臭小子，老夫可是皇帝老儿亲手设计的，身价1000万，敢砸我，你活腻了！你个破炉子，还身价1000万，开什么玩笑？朕亲手设计的香炉，简直巧夺天工，不错不错，所有参与工匠通通重赏。这破炉子居然真的是一个宝物，它身上的宝光居然还能治疗我的伤势，想不到我竟然因祸得福，觉醒了异能。有这异能，我何愁不能东山再起？哼，既然知道了，还不快给老夫找个识货的新主人？这破垃圾堆，老夫真是待够了，老夫要去巨富之家。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个新家。朗哥，你能下床了？你怎么拿着这玩意儿？快放下，你还有伤，小心破伤风。朗哥，你的伤这么快就好了？好了。那真是太好了，饿了吧？来吃馒头。医院有赵家的人，我不敢带你去，我去药房买了一些药，咱先把伤口处理一下，等我卖废品攒够了钱，就带你去外省的医院。想不到我沦落到这个地步，只有张小雅还真心帮我。小雅，吃完饭跟我去个地方。好嘞。朗哥，你说这破炉子真的是个古董啊？我说是就是，看我的。我是上周的，不是商周的，谁买谁傻逼。你说我是国宝，哥们儿，你好歹把标签抠了再说啊。我这能听懂古董说话的异能，简直就是鉴宝神器啊！放肆贱婢，不许摸我！我可是皇后带过的凤簪啊！再摸诛你9族！老板，这簪子多少钱？500。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啊？气死我了！蠢货，我起码值100万！价值100万的簪子，可不能错过。小雅，你有没有500块？老板，这簪子怎么卖？500、50，10块钱收的，还真有傻子出高价。我就吃点亏得了，拿走拿走。老板仁义。小雅，扫码。没想到100万的宝物，50块就买下来了。这傻小子买了一件仿品还那么高兴，该不会以为自己能捡漏吧？小哥，这簪子能卖给我吗？我出100万。骆家大小姐。我的天，居然是骆家大小姐，她可是咱们京城第1美人。骆大小姐鉴宝从未出错，难不成这玉簪是个宝贝？小伙子50块买的簪子，
转头就赚上百万，这运气也太好了吧！你要买这个簪子？做工精细，品相完美，宫廷珍宝。小哥，我出100万买了。洛小姐果然识货，既然如此，那就卖给你了。来人，付款。我终于遇上识货的主了。没想到我这就赚了100万。100万啊，那可是100万啊！居然就这么从我手中溜走了。小哥，你如果以后淘到一些好东西，还可以联系我。说起宝物，我手上倒还真有一件。洛小姐，看看这个。这个女人身上有我同炉兄弟的气息，快，小子，让她买我要跟兄弟团聚。这小子不会以为刚从我这儿捡到一个宝贝，还能再捡到一个宝贝吧？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破炉子，也不怕脏了洛小姐的手。住嘴！这是600年的宣德炉，举世罕见的珍宝。小哥，你从哪儿弄来的？我出1000万买了。多少？1000万！1000万！这破香炉竟然这么值钱！朗哥发了，咱们发了！洛大小姐居然要花1000万买这个炉子，这小子先是捡漏100万凤簪，又有1000万香炉，真是走狗屎运了。我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怎么可能？这怎么会是真的宝贝？偷听的心声告诉我，这件香炉确实价值1000万。洛小姐直接开价1000万，倒是个实诚人。洛小姐爽快，既然如此，那这件炉子就归你了。老夫我啊，要去过好日子喽！1000万可不是小数目，转账如何？转过去了。您的账户到账1000万元。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朗。秦朗，你能接连捡漏，可见眼力不差。这是我的名片，我今晚在家设宴，有没有兴趣一起吃顿饭？洛大小姐请吃晚饭，她可是京都豪门洛家的千金，关键洛小姐还是京都第1美女，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交个朋友可以，不过我还有事，饭就不吃了。洛小姐，再会。这小子疯了，洛小姐请吃饭居然不答应，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啊！小姐，这个人太不识抬举了。能先后捡到2个漏，绝对不是一般人，有点脾气也很正常。走，跟上去看看。朗哥，刚才你为啥拒绝洛小姐的邀请？红颜祸水，洛小姐是京都的焦点，咱们还是低调点好。也是，还是朗哥你聪明。朗哥，洛小姐还跟着我们。让他跟。都来瞧瞧啊，这可是国宝啊！国宝？这是国宝，这不就是个猪槽吗？哎，不懂别瞎说啊！这可是汉代洗墨池，国宝级的古董。洗墨池？啥叫洗墨池啊？这洗墨池是古人洗毛笔的东西，是文房重器。看着包浆，这叫什么？这叫墨沁，是1000多年的文器。我出20万，50万我要了，沾沾大文豪的才气。小姐，这个马大雅和他的腿子又拿他这个猪槽来骗人了，要不要处理一下？不急，看看他的反应。朗哥，这洗墨池真有这么值钱吗？这个洗墨池，俺就是个猪槽，俺就没吃过墨水，身上都是没刷干净的猪粪。小雅，走吧，那就是个猪槽。哼，我就说是个猪槽，还洗墨池。谁来给俺洗个澡啊？300年前那个穿龙袍的倒霉蛋在俺背上刻的字，可养死俺了。穿龙袍的倒霉蛋，古代能穿龙袍的可都是皇帝。建昭17年3月19，逆贼直逼京师，都督沦陷，朕逃至此，留此绝笔。居然还是一位皇帝的绝笔，这可真是国宝级古董啊！我出100万，我出100万，这个东西我要了。朗哥，你疯了吧？花100万买一个脏兮兮的猪槽？别急，这可是个宝贝。既然有冤大头送上门，那我就不客气了。成交，还是这个小伙子有眼光，100万卖给你了，你转手卖个1000万不成问题。看来这小子也不过如此。你们被骗了，这就是个普通猪槽。小哥，咱们可都钱货两清了，没有退货的道理，你就算报警也没用。谁说我打算退货？朗哥，难道这真是个宝贝？这小子该不会是花钱买个猪槽疯了吧？这玩意儿是我50块收上来的，我还不知道底细吗？小雅，找把刷子来。我倒要看看你还要玩什么把戏了。果然有字迹，这猪槽上怎么还有字？这好像是繁体啊！这字
这不是文物院的几位教授吗？文物院的周院长，考古学院的王教授，行业泰山北斗啊！建昭17年3月19，逆贼直逼京师，这是前朝建昭殉国的时间啊！周院长，你看这有落款，建昭绝笔，这难道就是？不错，这刻字就是前朝皇帝建昭帝留的，我绝对没看错。这个笔迹透着帝王之气，这就是建昭亲笔。这个石槽是国宝级文物啊，打底几千万啊，竟然真是宝物啊！我的天，国宝级文物，那岂不是价值连城？皇帝的绝笔至少价值上亿啊！我居然100万就给卖了！朗哥，宝贝，咱们捡到宝贝了！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刻字？想知道？这是个秘密。国宝级文物，价值连城。小伙子，这石槽我出1000万，1000万，我出3000万，我出5000万。今娘是何婉妖在场了，他的侄子。我出1个亿。秦先生，我出1个亿，这件宝物卖给我如何？既然洛小姐出价最高，自然要卖给你。还是之前的账户转账啊。1个亿就这么轻松到手了，朗哥，咱下半辈子直接躺平了啊！1个亿，只是我东山再起的第一步。秦先生，你的确有几分本事，来我洛氏集团吧，我给你年薪1000万。洛小姐别开玩笑了，我都有1个亿了，还上什么班？你现在被赵家和秦家盯着，要是没我的庇护，你根本守不住这1个亿。我说的对吗，秦朗？看来洛小姐调查过我。只要你签约我们洛家，我可以给你提供庇护。那还是算了吧，我更喜欢钱货两清的买卖。你早晚会来找我的，我等着你打我的电话。赵少，我看到秦朗了。1天时间就赚了1个多亿，朗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这点钱算什么？以后咱们还能赚更多的钱。我相信你。张老板在吗？是王大婶来卖废品了。小张老板，这是我这几天收的废品，你给称一下，估个价。好嘞。纸壳子5毛1斤，总共80斤，算是40块钱。这些废铁130斤，市价1.1一斤，算是143，总共183块钱。谢谢小张老板。没想到本官被封尘数百年，最终却落得个废品的下场。想当年也是饮血10余载，真是英雄迟暮。数百年，这把刀，难不成也是古董？小友，你的血很润。你竟然是警卫指挥使的佩刀。小友，我喝了你的血，便认你为主，传你无上战力。我去，好强的肌肉，还有8块腹肌，这还是我吗？8块腹肌算什么？你得我传承，便有了万斤之力，所向无敌。万斤之力，真的假的？我的天，几千斤的面包车，我居然一只手都给抬起来了！朗哥，你居然抬起了一整辆面包车！朗哥，你也太厉害了吧！居然还有8块腹肌，身材也太好了，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低调低调，没想到绣春刀居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提升，那我以后岂不是无敌了？秦朗，滚出来！糟了，赵斌找上门来了。正好我刚得到万斤之力，他就自己送上门了。斌哥，这地方一股死老鼠的味道，秦朗怎么会在这里？雪薇，我就说秦朗在这儿，你还不信？秦朗，
你现在可真像一条狗啊！王雪薇，朗哥对你掏心掏肺，还砸资源把你们王家扶了起来，你就这么回报他？说什么都晚了，我现在可是斌哥的未婚妻。秦朗，我知道你心里不服，可这就是事实。你看斌哥送我的定情信物翡翠手镯500万，你一辈子都买不起。臭娘们儿，放开我！我就一塑料，你还真把我当翡翠显摆啊！这手镯在骂他。秦朗，不怪微微跟着我，我就是比你有本事。这500万的手镯，你买得起吗？什么狗屁500万！我就是个地摊货，5块钱买的，还带着标签呢。雪薇，你跟我好歹还带真货，跟赵斌只能用假货，真可笑。你说什么？我说你带的是个只值5块钱的地摊货。胡说！我看你就是嫉妒，你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好。你个土鳖，这可是我在拍卖会上重金买的，有证书的。王雪薇，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脑子，手镯内圈上这么大的标签，你眼瞎呀？我这可是大师精雕细琢的精品，哪来的标签？你给我闭嘴！有没有？你不会自己看吗？穷鬼，你看啊！龙国制造，王雪薇，你的古董定情信物是当代量产的。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是花500万拍的吗？他怎么是个地摊货？我也是被拍卖行的人骗了。你可是赵家大少，谁敢骗你？那不是活腻了吗？赵斌，你竟敢用个塑料糊弄我！雪薇，你听我解释啊！真是精彩啊！小子，原本我想留你一条狗命，可你不该让我在雪薇面前颜面尽失。那你想怎么办？别藏了，都出来，给我抓住他！先让他把钱吐出来，再弄死他！朗哥，你先走，我殿后。不好，姓赵的那个家伙要对秦朗动手，快去帮他！骆总，那可是秦家少爷，为了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得罪他，不好吧？见死不救，不是我骆弘毅的风格，多大的代价，我一力承担。刚获得无敌传承，你们就主动送上门来，既然你们自己找死，就怪不得我了。这是什么鬼东西？别以为你那个破烂就能打我们这么多人了。哼，也是，对付这群臭鱼烂虾也用不着他。朗哥，你快走，我拦住他们。别怕，区区几只喽啰动不了我们。秦朗，死到临头还装镇定。我手下这批打手个个以一敌十，上次只派出2人就硬生生打断了你的腿。刚好了伤疤就忘了断腿的疼，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伤不到你？赵斌，你别太嚣张，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再伤朗哥分毫。你倒是敢提旧账，正好，今日我便废你一腿，了结当日断腿之仇。一条苟延残喘的废狗也敢放狠话报仇？那再加上我，够不够？是你，骆弘毅，你可想好了？你确定要护着秦朗这个废物，非要跟我跟整个赵家对着干？我最看不惯欺负人的勾当，今天秦朗我骆弘毅护定了。多谢骆总出手帮忙，但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我想自己动手解决。啊，现在可不是你硬撑的时候，你根本应付不来。没事，相信我，我自己能搞定。骆弘毅啊，骆弘毅，你好心帮他，人家还不领情，纯属白费功夫。废物到什么时候都是废物，都这地步了还要死要面子。说实话，离开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少说废话，以前的账今天一起算清楚，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口气倒是挺大，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动手打断他2条腿。刚获得无敌传承，你们就主动送上门来，既然你们自己找死，就怪不得我了。真以为自己很能打？我这几个手下一招就能放倒你？哪用得着一招？就他这副弱样子，半招都扛不住。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个废物，怎么会一招就放倒6个以一敌十的高手？朗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我刚才还在担心他撑不住，看来是我小看他了。秦朗，你别乱来，我是赵家大少爷，你敢动我，赵家绝对不会放过你。赵家不会放过我。没错，你要是敢动手，
赵家能直接让你在京城彻底混不下去。我能不能在京城立足无所谓，我今天只想让你们体会一遍我当初断腿的滋味。竟敢废我的腿！秦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你不得好死！还敢威胁我？看来断一条腿还没让你认清现实。秦朗，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清楚。刚才多谢骆总出手帮忙。不用客气，我从头到尾什么忙都没帮上。还是要谢你，毕竟没几个人敢顶着赵家的压力站出来帮我。既然你执意要谢我，那我刚好有件事想找你帮个忙。骆总直说就好，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全力以赴。明天有一场鉴宝大赛，我想请你们俩一起到场，帮我长眼甄别宝物。事情办成，我给你5000万酬劳。5000万！骆总，你真的只是让朗哥帮忙看几件古玩，就给他5000万酬劳？没错。秦朗，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这是冰少给我买的新手镯，你捡垃圾捡一辈子也买不到吧？你们命倒是挺硬，断了腿不好好在家休养，还非要出来晃悠，怎么还想再挨一顿？秦朗，你别太嚣张，你就是个收废品。这种高端鉴宝馆厅根本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现在就能叫保安把你赶出去。秦先生是我专程请来的贵客，你们再出言冒犯，就别怪我不给面子。骆红衣，你非要为了一个收破烂的跟我赵家作对到底？不必跟无关之人浪费口舌，我们先去看藏品。这块帝王绿玉佩我关注很久了，一直拿不准真伪，你帮我看看品相如何？这帮人也太离谱了！我根本不是和田玉，更不是什么帝王绿，我就是一块树脂合成品，怎么全都认错了？果然就是普通化工树脂做的假货。这块玉我要了。赵斌，你什么意思？这块玉佩是我们先看中的。正因为是你们先看上的，我才非要抢过来。你们不要的东西，我还懒得要。孙老，您帮忙看看这块玉入手划算吗？赵少放心，这是顶级极品帝王绿，入手稳赚不亏，绝对物超所值。这块玉佩报价多少？先生，这款玉佩售价500万。怎么样？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东西被我拿走，心里很不爽吧？见过蠢的，没见过你这么蠢。秦朗，你这话什么意思？敢骂我？算不上骂你，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花500万买一块人工合成的树脂假货，不是蠢是什么？你说什么？这玉是树脂做的假货？我看你就是嫉妒自己买不起，就故意抹黑我的东西。你一个收废品的，懂什么古玩玉石？没错，你睁大眼看好身边这位，这是京城知名鉴宝大师孙德贵，经常上官方鉴节目的节目专家。大师都说这玉是真的，你凭什么乱说？难道你比专业鉴宝大师还厉害？不用嘴炮，是真是假，一验便知。秦朗，你纯粹就是眼红，自己买不起就故意抹黑。你看这块玉的光泽和质感，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树脂假货。无知小辈！我是京城资深鉴宝专家，我看宝从来不会出错。我说它是真品，它就绝对是真品。你一个收废品的，也敢当众质疑我的判断，谁给你的底气？怎么，买到假货还不许别人说实话了？好一张伶牙俐齿！既然你一口咬定它是假货，那我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什么？朗哥，别冲动。放心，我有分寸。我们当场核验玉佩真伪，如果玉佩是假的，我赔你500万；如果玉佩是真的，你赔我500万。敢不敢应战？孙老，你太高看他了，他就是个收破烂的，压根拿不出500万，这赌局对他根本不公平。没错，就他这穷酸样子，再收一辈子废品也赚不到500万。也对，你确实拿不出这笔钱。那我们换个赌注，你要是输了，不用赔钱，
直接割掉自己舌头，以后再也不许胡乱诋毁古玩，信口开河。怎么不敢赌了？有什么不敢？这个赌我接了，还算有点胆子。既然你说玉是假的，那现在就由你来验证。验证很简单，几秒钟就能出结果。接下来就让你们看清真相。一个收破烂的能不能讲点常识？你以为鉴玉跟挑白菜一样简单？还几秒钟就能辨真假？这话你到底哪儿来的底气说？斌哥，你别跟他较真，他天天只跟破铜烂铁打交道，压根儿不懂什么帝王绿和田玉，恐怕他这辈子见过最绿的东西，也就垃圾桶里的烂菜叶了。也是，有些人啊，就是仇富，自己身处底层爬不上去，就想拉着别人一起下水。秦朗，我劝你趁早离开这里，回去收你的废品，别在这儿自取其辱。你们少在这里得意。朗哥既然说这块玉是假的，那它就一定是假货。小雅，没必要跟他们多费口舌。我现在就让大家看清楚，他们花500万到底买了个什么劣质东西。门外汉一个，不靠专业仪器就想鉴宝，简直是异想天开。秦朗，你就等着输吧。你要是输了，我要你当场跪下舔干净我的鞋子。不过是低劣的树脂假货，我有3种办法，都能直接证明它是赝品。口气倒是挺大，那你倒是说说看。第一种，看内部气泡，天然和田玉内部是絮状纹理，质地温润细腻，但这块假货内部布满密密麻麻的气泡，这是树脂浇筑搅拌不均留下的致命破绽。你一派胡言！算了，就算我说了，你们也会强行狡辩。我直接用最简单、最直观的办法验证。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火烧。火烧能分辨玉石真伪？火烧鉴玉，秦朗，你怕不是脑子坏掉了？玉本身就是矿石，火烧怎么可能辨真假？你今天要是真能用火烧证明这块玉是假的，我当场自刎。你说话算话？当然算数。别烧我，我就是树脂做的，熔点才100多度，一烧直接就化了，我不想化成一滩黑水，救命啊！既然你执意要兑现诺言，那我就成全你。一个门外汉居然想用火烧这种荒唐方法鉴玉，你要是真能靠火烧分出真假，我直接把头摘下来给你当球踢。没错，你要是能验证成功，老子也自愿废掉另外一条好腿。你们就这么笃定我验不出结果？你一个收废品的，装大师装久了还真入戏了，真以为自己什么古玩都能看懂？少废话，要烧就赶紧烧，我还等着看你赌输之后被割掉舌头的惨样呢。那就睁大双眼看仔细了。就这点小火，想烧坏玉石，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会这样？这根本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可是500万的帝王绿，怎么欲火就直接化开了？根本不合常理！是假的，一定是这个收破烂的耍了什么小把戏，故意糊弄我们。朗哥也太厉害了，一眼就能识破假货，比起某些徒有虚名的鉴宝专家，靠谱太多了。他真是天生的鉴宝奇才，任何厌恶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现在3位还要嘴硬吗？这块玉到底是真是假？你明明就是收废品的，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鉴宝眼力？这和你无关，如今胜负已定，兑现你们之前许下的赌注就行。哼，就算你侥幸赢了又如何？江湖立足靠的是人脉和背景，你一个毫无靠山收破烂的，我就算赖账，你又能拿我怎么样？你也太无耻了！打赌输了居然想耍赖！孙专家，你确定要当众赖掉赌约？哼，你又是谁？我的事儿还轮不到外人来插手。我叫骆红衣。什么？您是京城骆家的大小姐骆红衣？
您就是京城4大家族之首骆家的千金骆弘毅。现在，你还打算赖账吗？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这里是500万，一分不少，还给您。多谢骆总出手解围。该道谢的人是我，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就要花500万买下一块树脂假货，白白吃大亏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们2人刚才也各自立下了赌约吧？没错，朗哥，王雪薇说自己会自刎谢罪，赵斌还说要废掉自己另一条好腿呢。就算骆弘毅在场又如何？我今天就是不认账，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我现在确实动不了你们，但你们记好，用不了多久，我会亲自让你们跪在我面前忏悔认错。滚！秦老，你别太嚣张，这笔仇我们迟早会报回来。赵家根基深厚，势力不容小巧，你今天彻底得罪了他们，后续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过今天还是多亏了你，帮我避开了大坑。你再帮我长眼看看，这里面哪一件草品值得入手？咦，那是什么东西？放肆！我乃是皇家御用栋梁，竟被人随手扔在角落，无人问津，实在是莫大的羞辱。居然是墓中之王金丝楠木，而且还是存量极少的极品阴沉金丝楠，捡到宝了。秦先生，这就是一把不起眼的旧凳子，难道有什么门道？骆总开出5000万高薪请我鉴宝，我总得帮他捞一笔实打实的收益，不能让他吃亏。这把凳子不一般，你买下它，稳赚不赔。看着就是一把没人要的破烂凳子，白送都嫌占地方，但他眼光从不出错，他说值钱，那就一定值钱。好，我信你。50，好，我要了。堂姐，才几天没见，你怎么落魄到买展厅里的破烂杂物了？我买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怎么，自己把垃圾当宝贝，还不许别人说实话了？这不是垃圾，而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就这，稀世珍宝！你们俩是认真的吗？这种扔在路边乞丐都嫌弃脏的破烂，也能被你们说成稀世珍宝？朗哥说它是宝贝，它就是宝贝，一点都不好笑。堂姐，你该不会真的和这2个底层穷人来往吧？站在这里都一股廉价的穷酸味儿。管好你的嘴，尊重我的朋友，不然我不介意当众给你一巴掌。行，我不吵。既然你们一口咬定这破凳子是宝贝，那就拿出证据证明给我看。你还不够资格，让我们特意向你证明。你，行，我不跟你扯，咱们打个赌，你们要是能证明这凳子是珍宝，我给你们1000万；要是证明不了，你们赔我1000万，敢不敢接？我们没必要赔你。没事，既然有人主动上门送钱，我们收下就好。既然你非要送钱，那我成全你。少讲大话，赶紧动手，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把一个垃圾变成宝贝。垃圾永远都是垃圾，难不成刮几下还能变出金子来？这居然是阴沉金丝楠木！朗哥也太神了，凳子裹着这么厚一层黑泥，你居然一眼就能看出里面是金丝楠木，眼光也太绝了！果然我没有信错人，秦先生鉴宝的一眼力真的无人能及。怎么可能？刚才明明就是一把没人要的破凳子，怎么转眼就成了金丝楠木？怎么样，现在承认这是宝贝了吧？愿赌服输，1000万拿来。不过是你运气好罢了，刚好刮到一小块真木料，谁知道剩下的部分是不是拼接假货凑出来的？你简直蛮不讲理！看来你非要亲眼看见全毛才肯死心。行，那我把所有泥垢全部刮干净，让你彻底心服口服。
居然通体都是纯正阴沉金丝楠木，这水波纹、虎皮纹、金色纹路如同岩浆缓缓流动。只有千年成材深埋下数千年的金色楠木，才能长出这种天然结晶。这是万里挑一的极品。这种品相的极品阴沉金丝楠，价值远超黄金。就这么完整一把凳子，市场估值至少6000万。6000万，这下你再也没法狡辩了吧？给钱。拿着，吴记明银行卡，里面正好1000万，密码6个0。算你守信用，你别得意太早。敢不敢玩一把更大的？玩更大的，你想怎么赌？该不会输了又要耍赖闹脾气吧？陆弘毅，你少得意！看到那边一堆原石了吗？敢不敢跟我赌石对决？我们各自挑一块原石，谁开出来的翡翠价值更高，谁就算赢。敢不敢接？秦先生，你懂赌石吗？骆总，我之前从来没有碰过赌石。啦，我是假货，里面的绿全是贴片做的，专门坑人上当。没想到我的能力不光能听见古董的心声，连原石也能听见。那这么说，赌石我也完全无敌了。堂姐，你该不会不敢应战了吧？不用为难骆总，这场赌局我替他跟你比。朗哥，你们要别冲动。秦先生，你压根没有赌石经验，没必要为了赌气跟他硬拼。放心，我虽然没玩过赌石，但赢他轻轻松松。口气倒是挺狂妄。既然你接下赌局，那我们定好赌注，输的人要以10倍市场价买下对方开出来的翡翠，没问题吧？随便，我没意见。行，那我们各自挑选原石，挑选时长限定半小时。怎么，半个小时挑选时间都不够用？我不是嫌时间不够，是觉得半小时太久，3分钟就足够了。什么？你只要3分钟？狂妄小辈！我身为京城顶尖赌石大师，面对数十块原石都不敢夸口3分钟选出极品翡翠。你毫无赌石经验，竟敢口出狂言，到底哪来的底气？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也不行。别废话，你们就说敢不敢答应？我看你是心里清楚自己必输，才想缩短时间，靠运气投机取巧。不过就算只有3分钟，有庞大师在，赢你依旧轻而易举。我们答应。小子，想用投机取巧的方式赢我，我劝你趁早死心。哪怕只有3分钟，我也能稳稳碾压你。我会让你亲眼见识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多说无益，等你真赢了，我再放狠话也不迟，免得等下被当众打脸，下不来台。哼，我懒得跟你逞口舌之快，你就等着出局认栽。秦先生，庞天生是京城数1数2的赌石大师，实战极少失手。你真的有把握在3分钟内赢过他吗？是啊，龙哥，万一赌输了，我们要赔付10倍差价，代价太大了。放心，这场赌局我们稳赢，你们安心看着就行。走吧，我们也去选石。3位贵宾，这边请。我是彻底的砖头料，内部全是棉絮杂质，切开和普通大理石没区别，千万别选我。我就是展厅凑数的废石，半点翡翠都开不出来，选我必亏。好运来了，好运来！贵人快带我回家，切开有超大惊喜，快选我，快切我，我马上就能变身。没想到这块其貌不扬的废石，里面竟然藏着顶级帝王绿翡翠。这场赌约赢定了。朗哥，你该不会真打算选这块石头吧？它长得跟癞蛤蟆一样，丑得离谱。我就算不懂赌石，也知道这种料子根本开不出翡翠啊。没错，秦先生，这块原石品相极差，就算随手丢在路边都没人会多看一眼，风险太大了。你们都被外表骗了。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原石也是一样，它看着丑陋不堪，实则内有乾坤。选这一块，赢下他们，完全足够。我要这块原石，多少钱？先生，这块原石定价1000元。朗哥，现在挑选时间还没到，我们再换一块靠谱点的原石好不好？是啊，秦先生，这块原石无论皮相还是苦口都没有一丝出货征兆，还是换一块稳妥一些。不必更换，有这一块就足够碾压他们了。
既然秦先生执意坚持，那就由他吧。真要是赌局落败，10倍赔付的损失，我给他付就好。你抱着的这块没人要的垃圾石头，就是你口中打赢我们的底气。方才还口出狂言，扬言要轻松赢过我，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闹了半天就挑了这么一块跟沥青伐孬一样的破烂料子。果然，垃圾是会相互吸引的。庞大师，秦先生是我的朋友，管好你的嘴，再出言冒犯，我不介意亲自教教你该怎么礼貌说话。怎么，事实摆在眼前，他选的就是垃圾，还不让人说了？不必动怒。是不是垃圾，一刀切开来便知分晓。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你们，确定就要这块原石，不换了？嘿嘿，别看我外皮完美无缺，内部全是贯穿裂，彻底费时1块，切开顶多值几百块零钱。终于遇上大冤种，把我买走喽！怎么，看见我们这块顶级品相原石，开始心虚害怕了？我不是害怕，只是好心提醒你们一句，最好趁现在换一块原石再比，不然我赢你们实在太过轻松，没什么意思。满口胡言！这是我精挑细选的上等原石，皮相完整，纹路绝佳，怎么可能会输你这块废物？果然，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用这种低级话术扰乱我们心态？谁输谁赢，切开一目了然。为了让你彻底死心，我们先切实，好好让你这个穷小子开开眼界。庞大师，直接开始。小子，睁大双眼看仔细了，今天我就让你清清楚楚明白，你这种外行小白和专业赌石大师之间隔着天壤之别。哼，话不要说得太早。老话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些原石看着光鲜完整，内里全是裂纹废料；有些原石看着丑陋粗糙，内里反倒藏着绝世翡翠。人也同理，有的人自诩业内大师，眼高手低，实则根本名不副实。哼，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挑衅我。既然你一口咬定自己必胜，敢不敢再加一轮赌约，玩得更大一点？加赌注？你想怎么赌？若是我输了，吞下所有切下来的原石废料，并且当众跪喊你一声爷爷；若是你输了，同样吞下废料，跪地喊我爷爷，敢接吗？赌注倒是够狠。要是现在怕了，你可以直接跪地认输，我大度一点，饶过你这一次。我秦阳这辈子就没有认输和害怕2个字，这个赌我接下。狼哥，别冲动啊！放心，他赢不了我。赢不了我？我的双眼就是最精准的见识尺，从来不会出错。小子，你就等着乖乖跪下吃石头吧。哼哼。一个完全不懂赌石的门外汉，也敢挑衅专业赌石大师，你拿什么赢我们？现在乖乖认输，再赔我3000万，我可以既往不咎。认输？我看该低头认输的是你们才对。哼，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这块原石花了1000万购入，庞大师亲自把关，保守也能开出5000万的翡翠，你就等着10倍赔付，赔到倾家荡产吧。涨了，直接大涨！是高冰飘花老坑料，单单这一处开窗价值就足足1000万。按照赌约，你要赔付1个亿，你现在跪下求我，磕一个头，我就给你减免1万赔款，怎么样？狼哥，现在已经开出1000万的翡翠了，我们该怎么办啊？别慌，再等片刻，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结果都摆在面前，你还在死鸭子嘴硬。别急着得意，不过只是开了一个小窗口而已，继续往下切就知道结果。切就切，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花1000万拿下的极品原石，怎么会直接切垮，1分钱都不值了？秦先生从一开始就笃定这块原石会切垮，他明明没有赌石经验，却能提前看穿原石内部的裂纹，这份眼力也太过匪夷所思了吧？我虽说不懂赌石，但这块满是贯穿裂纹的废料，想必也值不了多少钱吧。整块翡翠遍布深裂，完全失去雕刻价值与收藏意义，彻头彻尾的废石，撑死只能卖几10块零钱。你们别得意太早，就算我们的料子切垮了，也远比你这块没人要的垃圾石头值钱。是吗？那我现在就切开它，好好让你开开眼界。不过，我要用旁边那个切石机。这块路边都无人捡拾的肥皂料子，也想开出翡翠，简直是白日做梦，自取其辱。是不是痴心妄想，马上就能见分晓？我把话放在这里，这种垃圾原石要是能开出翡翠，我不仅按赌约10倍高价买下，往后还心甘情愿做你的贴身丫鬟，任由你随意使唤。这怎么可能？是玻璃种帝王绿，质地纯净无瑕，没有一丝杂质，更是半点裂纹都找不到。单单从这块料子上抠1枚界面，都能卖到几百万，1枚芥末就值几百万。那朗哥这块不起眼的丑石头，整体价值岂不是要几千万？居然是金丝种帝王绿，还搭配顶级玻璃种底子，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极品料子，怎么会出自一块没人要的废石？这根本不可能！没想到洛小姐对翡翠颇有研究，那不妨说说，我这块翡翠市价大概多少？刚才叫嚣的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现在哑口无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庞大师，你是业内顶尖赌石高手，你来评估一下这块翡翠的真实价值。完整大结金丝种玻璃底帝王绿，品相完美无缺，至少价值3000万。3000万！这块其貌不扬的丑石头，居然真的开出了3000万的极品翡翠！洛小姐，按照我们之前定下的赌约，淑方需要以10倍价格买下对方的翡翠，3000万的10倍，也就是3个亿。现在给钱吧。3个亿，我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洛小姐这是打算当众赖掉赌约？我可是洛家小姐，怕他一个没权没势的家伙干什么？不过他的能力确实可以，既然堂姐这么看重他，那我得想办法将他从堂姐手里抢过来。我什么时候说要赖账了？我洛雨柔一言九鼎，答应的赌约绝不会反悔。既然如此，那就按照赌约，结清3亿赔款。本小姐现在没那么多钱，只能分期给你。你能接受，赌约就作数；不能接受，那便作罢。只要定下分期，往后就能名正言顺找他见面接触。我就不信以我洛雨柔的魅力，还不能从堂姐手里将他抢过来。分期？没错，我现在立刻转给你3000万，再加上你手里这块3000万的翡翠抵扣，剩下2亿4000万，后续我分期给你。先到手3000万现金，再加一块极品帝王绿翡翠，就算他后续彻底赖账，我也稳赚不亏。可以，那就按你说的，先付3000万。加个联系方式，你把银行卡号发我，我现在立刻给你转账。还好他没提做丫鬟的事儿，不然本小姐的面子往哪搁？等等，我记得你之前亲口说过，要是赌局输了，自愿做我的贴身丫鬟，任由我差遣。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你确定要让我堂堂洛家嫡系小姐给你当丫鬟？不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吗？我又没逼你。是啊，我记得某人刚刚还说过自己一言九鼎，总不能现在就食言，自己打自己的脸吧？谁人不知我洛雨柔最讲诚信，说了给你当丫鬟就给你当丫鬟。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本小姐忍了，等他拜倒在本小姐迷得神魂颠倒后，再好好收拾他。少爷，庞大师是吧？庞大师还记得自己刚刚说过什么吗？记得，您赢了，我吃掉废料，跪下叫您爷爷。那还等什么？履行你的诺言吧。看我干什么？按照少爷的吩咐做就是。行了，就这样吧。谢谢少爷。明天有个捡漏的好机会，秦先生有兴趣参加吗？明天云顶大酒店会举办一场大型高端古玩展品会，场内陈列海量拍品，其中不乏被大众低估真实价值的珍宝，很适合前去捡漏。云顶大酒店？难道是整个江海排名第1的顶级云顶酒店？我一直听说那里规格极高，从来都没有机会进去看一看。本来不想去这种名流玉集的名利场合，但小雅一直很向往，索性带她去开开眼界也好。可以，那明天我们一同前去。太好了，堂姐总算走了，现在正好是我挖墙脚、拉拢秦阳的绝佳机会。你也先回去吧。少爷，你和这位小雅妹妹现在的穿搭太过朴素，并不适配云顶大酒店那种高端顶级场合。我熟悉一家高定服装店，款式很贴合你们2人，我带你们去置办一身行头，可以吗？这身衣服确实太过朴素，不太适合高端展品会。可以，你带路。太好了，我们现在立刻出发。今天我的目标很明确，彻底帮你们改造穿装，把你们变成最靓的子儿。走了。少爷，小雅妹妹，你们先进店里等着，直接报我的名字就行，我去找空位停好车，马上就过来找你们。给我站住！哪里来的底层穷酸？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档次的店？赶紧离开！你们脚下的地毯造价不菲，但凡踩脏一点，你们打一辈子工都赔不起。我们是来买衣服的。买衣服？看清楚上面的价格，店内随便一套成衣定价88000，就算把你们2个人全部卖掉，都买不起这件衣服的一只袖子。赶紧滚出去，别在这里碍眼，打扰我们接待其他贵宾顾客。我劝你说话客气一点，不然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丢掉这份工作。就你一个穷酸，也敢口出狂言威胁我？我告诉你，这家店是江海10大家族之一骆家旗下的产业，幕后老板就是骆家嫡女骆雨柔小姐。你这种普通人根本没资格动我分毫。骆雨柔，她见了我都要恭恭敬敬喊一声少爷。什么？我们老板骆小姐见到你还要喊你少爷？好你个穷小子，还敢忽悠我！骆小姐是什么身份？天之娇女，怎么可能喊你这种穷光蛋少爷？你敢耍我，我现在就叫人收拾你！骆小姐，您来了。吵吵闹闹，发生什么事了？骆小姐就是这个人，他刚才大放厥词，说您见了他都得喊他少爷，简直狂妄至极。我正准备帮你好好教训他。你好大的胆子！您看这人多不知好歹。骆小姐您放心，我马上叫人打断他的腿，直接把他扔出去。我看该被打断腿的人是你。骆小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就是我的少爷。这怎么可能？区一个基层店员也敢出言冒犯我的少爷，现在去财务结算工资，以后不用来上班。骆小姐，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先生的身份，求您高抬贵手，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抱歉了，是我店里人没眼力见，今天我亲自帮你们挑衣服，就当赔罪了。也太好看了吧！没想到秦老换上正装这么帅，也太戳人了。反正我本来就不想乖乖当丫鬟，干脆主动一点，把这个人拿下好了。
在哪儿偷乐什么？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讨厌，你故意逗我。怎么样，少爷？我挑的衣服眼光很不错吧？那当然，也不看我是谁。既然我眼光这么好，明天云顶酒店的展品会，你们带上我一起去好不好？带上你？我还欠你一大笔钱呢，我跟着你们去捡漏蹭一波财运，早点把债还清，多好呀！你算盘倒是打得比谁都响。行吧，看你今天鞍前马后的份上，明天就带上你。太好了，我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展品会现场见。哇，朗哥，这就是江海顶级的云顶拍卖场吗？也太气派，太好看了。跟这里比起来，我们平时待的废品退收站简直差了108000里。很喜欢这里。特别喜欢。既然你喜欢，以后我把这里买下来，送给你。哟，这不是落魄的前秦家大少秦朗吗？听说你被赶出秦家，腿还被打断，如今只能开个废品回收厂糊口，本事半点没有，吹牛的口气倒是越来越大，还敢扬言买下云顶，你配？刘家那个黄毛，我配不配，和你没有半点关系。你少胡说八道！谁是黄毛？还有你这个瘸子，你配进来？我能不能进，关你什么事？你还敢嘴硬？这里入场必须持有专属请柬，你一个收破烂的，压根没有资格进来，肯定是偷偷混进来蹭场面的。保安，赶紧过来把他赶出去！保安，来人！刘少，请问发生什么事了？这2个人没有请柬，私自混进拍卖场，扰乱现场秩序，立刻把他们拖出去。这位先生，请出示您的入场请柬。我没有请柬。既然无请柬入场，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看谁敢动他！您莫非是骆家大小姐？刚刚是你要对我的人动手。骆小姐误会，全都是误会，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您的朋友，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大人有大量，饶过我这一次。滚！下次再敢随便找他麻烦，直接打断你的腿，听懂没？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离开！你们也走吧。秦朗，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在这里都能碰到你这个混账东西。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是想另一条腿也保不住了？你少得意，你最好别落到我手上，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姓赵的，你怎么跟我家少爷说话呢？信不信我剥了你的皮？你家少爷？骆雨柔，你是不是糊涂了？秦朗现在就是个收破烂的，你居然喊他少爷，你是不是疯了？你就是之前抛弃秦朗的前未婚妻，对吧？说真的，你的眼光太差劲了。放着秦朗这块深藏不露的宝藏不要，偏偏选赵斌这种一无是处的傻子，简直鼠目寸光。好了，没必要跟这2个人浪费口舌，我们去看看场内的展品。朗哥，你快看，这个青花瓷也太好看了。好疼，我的颈部曾经断裂过，后期修补痕迹被掩盖得极好。但工匠用的是还原池之胶水，只要紫外线灯照射，裂痕就会彻底显露出来。秦朗，你懂古董，你来看看这支青花值不值得入手？单看品相无可挑剔，胎质细腻洁白，釉面温润光亮，青花发色澄澈如同蓝宝石，绘画笔触流畅自然。外行来看，就是标准开门的元代至正青花。那这么说价值很高，我现在直接把它买下来。
都停下！这只青花瓷我要了。真是狗改了吃屎，一点记性都不长。上次挨的教训，这么快就忘干净了？什么教训？他俩之前还吃过亏？之前我们看中一块玉石，他俩非要硬抢，花500万高价拿下，最后发现整块都是树脂做的假货，血本无归。原来还有这种冤大头啊！这次又要跟我们抢藏品，就不怕再踩坑，买到一件假货？秦朗不可能好心提醒我们，他肯定是故意诈我们，想吓退我们，自己偷偷捡漏。没错，要是瓷器真是假的，他巴不得我们买下。今天无论如何，这件元青花我们必须拿下。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真要是假货，你根本不会开口提醒，无非就是想骗我们放手。这件元青花，我们要定了。想耍小聪明套路我们，门儿都没有！支付成功。我已经转了300万，这件花瓶现在归我们了。同一个坑里接连跌倒2次，你们俩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这件瓷器是个断头货。断头货！朗哥，你刚刚说的断头货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我懂。断头货是古玩圈的行话，就是器物之前断裂破损过，后期人工修补拼接，看着完好无损，但本身品相已经毁了，价值直接大跌。原来是这样。那这么说，他们2个人又花大钱买到有问题的残次品了？一派胡言！这是正宗元青花，品相完美无瑕，怎么可能是修补过的残次品？秦朗，你少在这里故意造谣，危言耸听。你们觉得是我危言耸听，那便是吧。我们走吧，没必要和2个执迷不悟的人浪费时间，免得被一并影响。你给我站住！既然你一口咬定这件元青花是断头修补货，那你当场拿出证据证明。你算什么东西？让我证明我就要证明。你不是一直想打我的脸吗？那我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证明这元青花是断头货，我王雪薇今天当众跪下给你磕3个响头。行，既然你非要主动把脸送上来让我打，那我就勉为其难成全你。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没办法证明这尊元青花是修补货，就换你当众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朗哥，怎么，你不敢接这个赌约？他就是个收废品的，哪里懂什么古玩瓷器，不敢证明也很正常。你现在主动扇自己一巴掌认错，这件事儿我们就既往不咎。你们2个说话放尊重一点，再敢乱喷脏词，我就让你们尝尝我什么叫沙包大的拳头。秦朗，你永远都是这么没用，遇事只会躲在女人身后，一点本事都没有。不过是证明一件瓷器是不是断头修补货，这点小事根本不难。不难就赶紧拿出证据，别站在那里只会说空话。我是不是空谈，你很快就能亲眼看见。去展会服务处拿一台紫外线灯过来，只要用灯光照在瓷瓶颈部，所有修补痕迹都会彻底显露，真假一目了然。紫外线灯，那种东西能照出什么名堂？等着看吧，真相马上揭晓。秦朗，你该不会真以为单凭一盏普通的紫光灯就能鉴定出这件名贵元青花是假货吧？未免也太天真了。没错，若是修补痕迹这么容易就能被查出来，场内一众资深古玩专家早就看出来了，这件瓷器根本不会获准参展。事到如今，你们还在自欺欺人，真是愚蠢至极。现在睁大双眼看清楚，你们花300万重金买下的藏品到底是什么残次品？开灯，照瓶身主体。收到。怎么会没有痕迹？完全没有痕迹，怎么会这样？
秦朗，你看清楚了，一点异常都没有，你输了，立刻跪下给我们道歉磕头。急什么？不过是照射位置错了而已，看把你得意的。把灯光对准瓶口颈部，这下让他们彻底死心。竟然真有修补的裂痕，这裂痕细如血丝，环绕不顶，还真是断头货物。这不可能！事实就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秦朗也太厉害了吧，眼光也太准了，我必须再加把劲儿，早点把他拿下。雨柔看秦先生的眼神不对劲，他该不会是想追求秦先生吧？不行，我不能让他得逞。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难道我也喜欢秦先生？不是的，我只是不想让雨柔得逞，一定是这样。洛小姐，你刚刚在自言自语什么呀？没什么。这俩人真是两大冤大头，300万高价买了个一文不值的断头残废品。可不是嘛，刚才人家小伙子好心提醒，他俩还嚣张嘲讽，非要硬抢，这下彻底砸手里。真是开眼了，第一次见上赶着亏钱的傻子。这女的要当众给那小伙子磕3个响头呢，居然又花300万买了个假货！不可能，这件古董绝对没问题，一定是这紫光灯有问题。你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我故意拿坏灯作假？结果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愿赌服输，磕头吧。磕头！别装死，快磕头啊！履行赌约吧。我这人最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尤其是说好的响头。秦朗，你别太过分！我代表的是京城秦家，你敢让雪薇下跪，就是和整个秦家为敌，这个后果你根本承担不起。京城秦家，当初若不是秦家狠心将我逐出家门，赵斌和王雪薇这2个人又怎敢这3肆意欺辱我？今日先收拾你，迟早会亲自回去清算秦家所有旧账。秦家后果，当初你们联手把我打断腿，像垃圾一样丢在街边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的后果？现在不配跟我谈这些，我只要他跪。想让我给你下跪，你做梦！秦先生是我骆弘毅的贵客，你们确定要当着我的面当众耍赖不认赌约？就是打赌输了还想耍赖，信不信我直接捶你们？我们所有人都是亲眼见证的，赌约作数，别想耍赖，赶紧下跪！没错，愿赌服输，下跪道歉。下跪，跪。难道还要我教你？自己跪下。我跪。看见了吧，众望所归，赶紧跪吧，别耽误大家的时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做人做事留一线，坏事做多了，迟早都会用来报应。秦朗，你别太得意，我今天就算栽了，亏了钱也无所谓。接下来的拍卖会，我一定全部赚回来。你最好千万别落单，不然我让你2条腿彻底保不住。赵斌这家伙太嚣张了，居然还敢当众威胁人。堂姐，你平时一口一个秦先生喊的客气，刚刚秦少爷被人当众威胁，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接下来还有拍卖会。准确来说，拍卖会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我秦朗报仇从不隔夜，想靠着拍卖会把亏掉的钱赚回去，哪有这么容易的好事？走，我们现在就过去，今天就让他们彻底血本无归。欢迎诸位莅临本次云顶拍卖会。你放心，今天有我在，之前亏掉的所有钱，我全都能一次性赚回来。有我在这盯着，你想翻盘赚钱，怕是没那么容易。切，一个收破烂的底层穷酸，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拍品？能不能跟你们抗衡，等下自然见分晓。现在嘴越硬，待会儿脸越疼。哼，我今天随身带了1个亿的资金，你一个收垃圾的拿什么跟我斗？你来做慈善的吗？
接下来这件拍品是清乾隆粉彩描金双耳瓶，品相完整，工艺精湛，本场起拍价100万。啦啦啦，我可是正经真品哦，市场价大概110万。朗哥，这个瓶子是真的吗？是开门货。开门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眼就能断定的真品，没任何问题。110万。这位先生出价110万。我之前在藏品宣传册上见过这个瓶子，市场价至少600万，他敢出价，就说明绝对是真品。只要600万以内拿下，我们稳赚不赔。穷就是穷，喊个价都透着一股穷酸味儿。我出500万。哈哈，傻子傻眼了吧？我早就摸清你的底，就只有那500万家底，我直接把价格封死。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抢？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一件100多万的真品，花500万高价拿下还沾沾自喜。既然他今天带了1个亿进场，那我就顺势把他这笔钱全部坑干净。你尽管得意，万一这件藏品后期鉴定出问题，有你后悔的时候。说你蠢，你还真不否认。这是会场保整拍品，怎么可能是假货？你也就只像嘴硬的本事了。接下来有2件比较特别的拍品，本场不保真。这是第一件，据传为元代倪选所作的《江亭山色图》，起拍价10万。老夫并非元代倪三真迹，只是数十年前一名无名画师的临摹作品，市面价值不过区数千而已。老夫的夹层中有老夫的生产日期，刮开一目了然。竟然是倪瞿的《江亭山色图》，这要是真物，市场价起码1个亿起步。不止，品相完好的真物，估值至少1亿3千万以上。可惜不保真，风险太大。20万。我这次专程来这场拍卖会，就是为了这幅画。家族早就打探过，这幅画真实价值至少1亿4千万。今天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拿下。真是没见过世面，连喊价都不会。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竞拍。1000万！穷酸，接着喊呀！怎么不跟了？5000万！1个亿！1个亿！恭喜这位先生竞拍成功。穷酸，看清楚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拍卖，这才是实打实的实力。花1个亿买下一幅价值几千块的赝品，这也叫有实力？那你确实相当有实力。你胡说八道！这幅画我们赵家早就提前打探核实过，绝对是实打实的真品，怎么可能是赝品？我刚好有个办法，能当场验证这幅古画的真假，你要不要试一试？你一个收破烂的，少在这里危言耸听！这幅画我们赵家早就溯源查证清楚，绝对不可能有假。接下来这一幅拍品同样不保真，属于3无藏品，作者不详，画名不详，出处不详。搞什么？这种地摊货色也敢上拍卖会？主办是没东西可拍了吗？这种无名画也敢拿来糊弄人，简直是侮辱所有人的眼光。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吾乃明代唐伯虎真迹《桃花庵歌》，表层这夹轩不过是吾刻意留下的伪装罢了。起拍价10万元。这分明是唐伯虎的传世真迹，价值连城。这幅画我赵家提前彻查过，就是个没人要的3无残画，纯粹一堆破烂，根本不值钱。我若是直接高价竞拍，赵斌这蠢货肯定会无脑跟风抬价捣乱。正好装唐赢他一手。10万。不对劲，这家伙故意露出这种挑衅模样。分明就是想挖坑坑我，骗我当接盘侠。做梦！这破画本来就1万不值，别说10万，几千都嫌多。既然他想要，我就让给他。秦朗，花10万块买张破纸擦屁股？赵少，真不跟价，万一又是隐世宝贝，错过几个亿不后悔？我呸！这破烂要是宝贝，我当场把这桌子吃了。少来这套。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这张没人要的画。你是真的蠢，你那点心思全写在脸上，想挖坑骗我接盘。之前捡漏都是近距离细看，现在隔着这么远，你凭什么判定是真迹？白白亏掉10万，心里正在滴血吧？那也比你们之前一口气亏掉近1000万要强得多。你，1000万对我们只是毛毛雨，可你一个收破烂的，亏10万就够你心疼好久。靠收破烂赚钱，怕要辛苦好几年才能补上这次亏空。你们简直太过分！朗哥，你没事吧？别跟他们置气。恭喜99号先生以10万成交价，成功拍下本场最后一件拍品。运气不错，轻轻松松捡了个大漏。
这可得感谢赵少成全我。什么意思？赵少，你以为这只是一张没人要的破画？我的意思很简单，这幅画暗藏玄机。多谢赵少刚才不捣乱，让我只用10万就拿下了这件稀世珍品。哈哈，花10万买的破烂也敢吹成稀世珍品，你可真会自我安慰。你还是老样子，最擅长自欺欺人。先生，需要为您将这幅画作打包吗？不用。怎么，现在后悔了，想退货？那你可要失望了。拍卖行规矩落锤无悔，成交之后概不退换。谁告诉你我要退货了？你不退货，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朗哥又要干大事了。我想让你们所有人看清楚，我10万拍下的这幅画真正价值到底有多高。秦朗，你是想笑死在场所有人吗？这种3无1盒画能值几千块就已经顶了。既然你非要当众出丑，那我们就成全你。说说看，这幅破画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麻烦帮我准备2样东西，1盆清水，1把手术刀。秦朗，你要清水和手术刀做什么？难不成是知道画作不值钱，打算当场毁掉泄愤？是啊，朗哥，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接话。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既然你们全都看不穿其中奥妙，今天我就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这幅画的庐山真面目。您是江海第一鉴宝大师齐老？真的是齐老，堪称江海鉴宝之神，经他鉴定的古玩珍宝，从来没有一次看走眼。没想到连齐老都亲自过来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下正是齐云，多谢各位抬爱。方才在后台听闻，有人要当众鉴定这幅3无物名古画，心生好奇，便过来观摩一二。不知小友是否方便？当然方便，齐老愿意莅临指点，是我的荣幸。这幅画老夫早前便看过，也亲自鉴定过，品相平平，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就是一幅普通的明代老画，价值不高。不知小友是否有什么独到发现？哈哈，秦朗，听见没有？连齐老都说这画不值钱，那他就是一文不值。你让人端清水拿手术刀，难不成是嫌画太脏，打算给他洗澡？这幅画表面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内里藏有乾坤。哦，何为内里乾坤？还请小友细说。口头解释太过繁琐，只需将整幅画教进入清水中，暗藏的乾坤自会一目了然。你是说，这是一幅极为罕见的画中画？什么？这居然是画中画？不可能！拍卖全程你都坐在台下，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幅画，怎么可能一眼看出暗藏玄机？没错，齐老身为江海第一鉴宝大师都没能看出端倪，你一个收破烂的凭什么能看出来？你就是为了挽回面子，故意编谎话骗人。秦朗，你还是老样子，为了你那点可笑的虚荣心，什么谎话都敢张口就来。你们2个真是天生当小丑的料，我都说出了真相，你们却非要上蹿下跳凑上来挨打脸，何必呢？少讲这些空话废话，真是画中画，你就当众证明给所有人看。就是，专业大师都没发现的问题，轮得到你一个外行发现？想骗我们？做梦！你们2个跳得这么起劲，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把？切！你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就你，也配跟我们打赌？怂了就是怂了，不敢赌就闭嘴，何必嘴硬逞强？你罢了，既然你们不敢赌，那就睁大双眼看仔细。我今天就让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愿意花10万拿下这幅你们看不上的破画。看仔细了。朗哥，这可是你花10万拍下的画，好好的画作，你放进水里做什么呀？这是验证画中画最直接的办法。真正的双层夹画，皆是用古老粘合剂将2层画纸粘合一体，历经数百年岁月浸泡清水后，粘合处会出现细微松动。只不过，齐大师，只不过什么？这水泡松动产生的缝隙，
细到不足发丝的1/10。凭寻常手法，甚至顶级巧手，都根本无法将2层画纸完整分离。原来如此，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故弄玄虚。齐大师说的没错，2层画纸之间确实只有不足发丝1/10的形外缝隙，但别人做不到将它们剥离，不代表我不行。你少在这里吹牛，缝隙细到肉眼难辨，就算是顶尖外科医生都没法无损分离，就凭你一个收破烂的，也敢说这种大话？我要是真的成功分离出来了，你怎么说？你要是能完整分开这2层画，我当场把上面这层废画纸吞下去。这怎么可能？明明缝隙细到不足发丝1/10，连顶级巧手都无法无损剥离，他怎么随手几下就这么轻易分开？真的是画中画，是早已失传的金蝉脱壳接画技法。现在哪是看技法的时候？你看这幅画的成色，笔下桃花娇艳欲滴，栩栩如生，跟真的盛开了一样。不止，比现实的桃花还要灵动绝美，气韵完全不一样。天哪，是唐伯虎的手笔！你看这线条风骨，这设色意境，艳而不俗，雅而不淡，这绝对是唐寅晚年通透豁达的巅峰笔法。真迹，这就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唐伯虎字写将桃花旦歌图，是国宝，妥妥的绝世国宝。什么？唐伯虎真迹？传闻他的传世画作，随便一幅都价值上千万。我的天，这位小兄弟只花10万就捡着大漏拿下国宝真迹，这运气也太逆天了！这哪里是捡漏，分明是捡了天漏！我刚刚怎么就犯傻没竞拍？但凡我多出20万，这件国宝现在就是我的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收破烂的底层怎么能捡到这种传世大漏？假的，这一定是假的。朗哥，你也太厉害了！随手拍下的无名旧画，居然是唐寅的传世真迹，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只是运气好罢了。齐老，您别被他骗了，这小子最擅长骗人耍把戏，这绝对是他搞出来的障眼戏法。您再仔细看看，这真的是唐寅真迹吗？住口！老夫一辈子见画无数，阅遍天下古画，难道连唐寅的亲笔笔墨都分辨不出？可是，无知蠢货！此画用纸是明代弘治年间的金历山藏经纸，墨料是百年古墨，印章印泥为宫廷御用朱砂，3样皆是真品。这幅画真的不能再真。齐大师，那这幅桃花案歌图如今市价大概多少？保守估价3亿起步。若是遇到钟爱唐寅真迹的顶级藏下，就算卖到4亿，也毫不夸张。小友，你若是愿意出手，老夫直接4亿全款收购，如何？既然齐老真心喜爱，那这幅画便转让给你。哈哈哈，好，好得很，老夫现在就给你转账。赵斌，你刚刚亲口许诺，若是这幅画是真迹，你就把表层揭下来的废纸吃掉。现在，兑现你的承诺吧。哼，秦朗，你别太得意。就算你侥幸捡了一幅漏，也没什么好嚣张的。我刚刚也拍下了真品，我也捡漏了。我这幅虽然比不上你的唐寅真迹，但好歹也能让我稳赚几千万。我早就提醒过你，你这幅画一文不值。胡说八道！我这可是元代倪萧的江亭山色图，货真价实的古画真品，市场价至少1亿4千万。我花1个亿拍下，怎么可能吃亏？你当我是傻子啊？秦朗，事到如今你还想忽悠我们？做梦！刚好齐老在此，恳请齐老帮忙长长眼，当众揭穿他的谎话，好好打打这个收破烂的脸。老夫平生最是古画，既然诸位想看真假，那老夫便代为鉴定一番。从纸张老化程度、笔墨气韵、落款形制来看，此画却为元代倪玉《江亭深色图》的制式真品无疑。不知小友为何断言此画一文不值？你看，连齐老都亲口认证是真迹，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一个收破烂的，竟敢当众诓我，造谣抹黑我的藏品！今天你不给我一个交代，我让你根本走不出这云顶酒店！想要证明真假，很简单。混账！你干什么？这可是上亿的古画，弄坏了你赔得起吗？无名之人2022年临熟，也就是说，这幅画是现代仿品，根本不是古画。这不可能！假的，全都是假的！我花1个亿拍下的名画，怎么可能是现代仿品？这一切都是假的！赵斌，如果我没猜错，这1个亿几乎掏空了你们赵家所有流动资金，短短一场拍卖会尽数亏空，你们赵家用不了多久就会资金链彻底断裂，走向破产覆灭。是你在背后搞鬼，一定是你设计好的圈套，不然你不可能提前知道这幅画是假的。虽然这事儿不是我做的，但不妨碍借机恶心他，让他和王雪梅彻底反目成恨。你还真猜对了，就是我安排的。你以为王雪薇为什么一直死心塌地跟着你？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算计好的。你们赵家能得知这幅古画的消息，也是他故意散播出去引你入局。贱人，你竟敢联合外人算计我！是的，阿斌，我没有，你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他这是离间计，是故意挑唆我们，你千万别信他。离间你大爷！离间你大爷！事到如今还敢骗我，我赵家已经完了！老子今天打死你这个贱人！朗哥，你和王雪薇真的早就串通好，一直在演戏啊？怎么可能？我就是随口骗他而已。看他们反目成神，狗咬狗，不是挺有意思的吗？朗哥，你也太坏了！不过经此一事，赵家资金链彻底断裂，注定衰败覆灭，你的大仇也算得报了。赵斌和赵家仅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轮到高高在上的京城秦家了。